其实该说我们老板很慈善嘛，就品质一向都是维持在水准之上嘛，我们的费用总是在平均之下，所以 CP 值是真的很高。那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边，我是 Basewater 的台湾学校代表，我叫露露。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介绍一所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学校。可以说整个介绍校园在英国和加拿大校区地位。其实我们学校还蛮多的，就英国就有4个校区，加拿大有3个校区。那除这些校区之外，其实我还想要再提到，在法国的巴黎有一个校区哦。那以英国来讲的话，当然伦敦是一定要有学校的。那伦敦以外，我们有布莱顿 （Brighton）、伯恩茅斯 （Bournemouth），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利物浦，就是 Liverpool。加拿大的部分的话，我们在西岸温哥华，那偏东岸那边是多伦多，然后中间卡加利都有校区。那特色的话哦，我会觉得大家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熟悉的是卡加利校区，可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熟悉。那边是属于加拿大的牛仔城，就在大平原的地方。那以打工度假的学生角度的话，还蛮喜欢去那个地方的，因为它附近有一个很知名的国家公园，叫做邦国家公园。对，那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打工的学生会在那边聚集，那会来到我们学校做求学英语的进步的学习这样子。那另外呢，卡加利校区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那边有一些很不错的升学机会，就在 Alberta 这个 state 里面。那在那边就有很多学生会来我们这边念 pathway 课程，就是升学准备课程。英国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的校区可能就是利物浦吧，因为我们利物浦校区是比较少人有听过的。我觉得是利物浦这个城市本身，可能是因为它在近16年才真正开始发展但是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它被整个欧盟选为欧盟的文化之都，所以在这过去的16年内，英国跟整个欧洲都投了非常多的资金来打造这一个城市。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16年前像基隆，那16年后的今天就是松烟加华山，然后变成一个城市这样子。所以利物浦这个地方，现在还蛮适合一些可能小资族过去。那它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文青、非常文化气息的地方。那它也是在英国来讲，就伦敦以外，公园最多，也是博物馆最多的城市。因为它都小小的，很适合走路，所以光交通费都可以省很多。那另外它的消费的部分也是大概是伦敦的8成而已。因为就一般的开销，买一杯咖啡伦敦12块，那利物浦就是10块这样子。那住宿的部分可能是半价，或者是更低。那就我们学校来讲的话，之外我还特别想要提一下我们的巴黎校区，因为就这2年我们有发现，就台湾学生对学法文好像也特别有热忱。那我们巴黎校区的地理位置，我觉得真的就是完美。巴黎它也是以区域分的，就有中1、中2、中3这样子，就听起来跟伦敦很像，但是巴黎它其实不是同心圆的概念，它是以老城区最老的地方就是1，然后再来就是比次老的地方2这样子。那我们学校就是在中1，也就是最老的老城区。我们的校区里面其实还有罗马时代的城墙这样子。那个区域如果说对巴黎不是很熟悉的话，大部分人可能比较知道它称为左岸，巴黎左岸咖啡的左岸这样子。它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然后古都感觉的区域。那边有很多的手工艺店然后很多的那种非常欧洲的建筑，你就是在那边可以享受那样子的氛围。那它的地理位置的话，就是你走路来讲，往学校门口出来，往东走10分钟左右就是圣母院。那从学校出来往北也是走10分钟左右，就是 The Louvre 罗浮宫。OK， 就可以想象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巴黎我真的是，如果说想要去的话，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宿舍的话，我必须说，我最爱的不是说我偏好利物浦，但是我必须说，就是以性价比，我就没话说了，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有一栋真的很漂亮的，叫做 Benson Yard 的宿舍，它是在利物浦，也是市中心，就我们需要走过去，印象中是11分钟步行的时间。以出国来说，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利走路11分钟就可以到的一个宿舍，而且它很新、很 modern， 就很现代，然后就会很像台湾的一些精品旅馆那种感觉。那另外一个很优秀的是，在它的顶楼有一个很大的 lounge， 然后那个 lounge 是看得到整个利物浦，就海景房的概念。那所以如果说大家运气好的话，住到比较高的楼层，窗户看出去也是那种像海景一样的风景，就真的是很优秀的一个宿舍。那学生目前住在那边也都相当的满意，而且它虽然不是最便宜的，你要同样的等级的话，在伦敦可能就是600起跳这样。那Basewater校内的话，通常会是有哪一些的捐款设备是可以供学生使用，或者是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教学设备？那如果说以我们教学使用上比较特别一点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教材就大概提一下，就全部都是数位化的。那当然在课堂上可能会需要使用的一些纸本的，老师还是会印出来给大家。可是我们并不太走实体课本。就如果有需要，教室内会有课本可以使用，可是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全部数位化，都在线上。那我们会运用的数位平台做教学，所以这个东西就会跟我们每天在课堂上使用数位白板就会整个结合在一起。那所有的记录也都会在我们能够手机 access 或者是电脑 access 这样的平台上面，就很方便。以设备的话，也有一些校区比较大的，像我们伯恩茅斯校区就有桌球桌。那是我们伯恩茅斯校区的学生很喜欢聚集的一个地方，就在我们的 common room， 然后大家在那边打桌球，然后比赛这样子。那另外 Brighton 校区的话有那个 table football， 可能台湾同学比较不知道怎么玩，但是在那边就是一个教育性的活动。那有一些校区甚至有 PS4。
所以说就还蛮不错的，但不是鼓励大家在那边打电动。好哦，那我觉得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淡旺季大概学生人数，还有学生国际比例为何？那我们的学校的话，其实我们算是中小型的学校。那学校小一点的，比方我们的温哥华校区，算是比较小一点点的，大概只有6、7个教室这样子。那人数就通常平均在100上下啊，不会超过太多。那大一点的校区，像我们的伦敦校区，或者是多伦多校区，那这些校区的话，就可能会在旺季的时候到400人左右。那当然听起来也是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说中小型哦。那国际比例的话，你现在世界各地都比较普遍的就是全年大致上都会有至少2成到3成是南美人，那以巴西为主。那巴西同学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的，因为他们就很活泼、很开朗，然后很敢说，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练习口说。那因为我们英国那边有比较多一点点的国籍，可能是会有一些中东的同学会相对的稍微多一点。那他们是属于全年都还是有，但是他们也蛮喜欢就步调比较慢的地方，所以像伯恩茅斯校区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那多的时候可能到也是2、3成，是我们沙乌地或者是中东那边的同学。但是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都会在新生训练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会担心的，但是就新生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很好的教育训练，然后也会给他们很好的国际观，所以说通常在相处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们都还蛮友善的，因为也都是很 nice 的同学。如果说你是特别想要找就亚洲学生特别少的校区的话，我真的会比较推荐像我们的利物浦校区，目前还是偏少的。那在那边你可以做很好的英文学习跟口说，完全不会有什么人跟你说中文。那另外还有就我们多伦多校区，如果说你去加拿大又希望华人相对少一点，是多伦多校区。我分享一下被中文是不是有些特殊的教学方法或学习资源，可以让就是在这么多语言学校当中获得。其实我们真的花很多心力在这上面，我们有专门的吸收了一套特别的教学方式，那这个叫21世纪教学法。那这个呢是在我们疫情后所有校区都开始实施的教学方式，它是特别的注重在口说。那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相对于其他学校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在课堂里面的时间大概有8成或以上都是花在让同学们在小组里面做讨论，会有非常非常大量的口说的机会。为了要能够完成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老师培训是一部分，可是另外我们也特别的有找到一套教材，但你们在课堂上比较如果说有用到的话，那这一套教材对它就是 National Geographic 的 Voice 这一套教材，因为就唯有这一套教材是在每一天的课堂上有一套制定出来的，就是让老师一定会做到课堂小组讨论这样子的活动的，所以就是完完全全的符合我们的教学方式啊。另外还有一个点是我们除了每天的课堂讨论之外，我们也会在一般英语或一般法语这样的课程里面，就会让我们的同学在每2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做团体的上台报告。所以想要练口说的同学，欢迎来Base Water。Base Water的课程是有哪些特色性？那当然一直以来我们学校其实从创立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很想要做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真正的职涯跟工作能力。那当然我们是从团队协作跟他人沟通这样的能力开始做基础，然后往上再累加。所以我们也有开出专业课程，那这些专业课程是每4周就可以取得一个专业证书这样子的课程。那内容就比方说我们的数位行销，或者是奢侈品管理，然后国际商业管理这样子的类型的课程都是比较偏商业的。那这些的话，我们也比较推荐，就如果说你是英文程度有一定的，像已经在台湾可能可以考到多益700分以上。那我们换算一下，如果说你或者是有雅思5.5以上等等的，那你可能就可以考虑说出国不是只是念语言那么单纯，可以考虑我们的专业课程，因为这些课程它本身一开始它就是大学程度的，它已经不是英文课了，是大学程度，而且是由业界的老师，就还在业界职业中的业师进来教学，他会带给你们最新的业界的一些观念，还有业界工作需要知道的事情。那另外的话，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英国打工度假套装。这个东西其实，简单来讲，可以说我们在帮我们的学生们做工作的培训跟媒合。OK， 就它是我们在英国呢有签了一些独家的，就超5星级酒店，是跟我们独家合作。那这些超5星级酒店，它是针对我们培养的同学们开放他们内部所有的部门的职缺。OK， 那什么叫所有部门呢？因为我们听到酒店很常会落入一个想法，就是我就是去可能洗盘子、房务，对，就是做一些很基本的、不太需要英文的工作的。但因为我们合作这些酒店，他知道来英国打工这些同学，其实有一个专长是他们需要，就是双语能力。那他只是希望说，我们身为语言学校，帮他们做一些前置的培养，就是英文能力的提升之外，可能还可以上一些专业证照。你就是在我们这边接收到一些可能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这样子的培训，或者是 digital marketing 这样的培训之后，可以进到他们的行销部门，或者是在他们的国际的一些展会上面这样的活动上面，可以帮他们做活动企划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合作的酒店开出来的职缺的时候，也都有看到一些像是他们的公关这样子的职缺，或者是行销部门的助理这样子的职缺。所以真的是全方位什么都有。那其实这样子就等于是以持有打工度假的同学来说，如果你是自己过去找工作，其实很难接触到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等于是在前面帮同学们做一个很好的准备，所以在我们目前的经验里面就3次以内的 interview， 学生就会找到理想的工作，然后开始进行。其他语言上你在教的是就是高啊，教学方便力啊，或者中文方法之类的。
以上皆是可以吗？既 CP 值高，校区又便利，然后课后活动也都很丰富。但是CP 值高是绝对的，就是我们其实该说我们老板的慈善嘛，品质一向都是维持在水准之上嘛，我们的费用总是在平均之下，所以 CP 值是真的很高。那校区交通的部分啊，就你们会发现，当然也欢迎大家去 Google 我们的地图哦。我们的各个校区通常是选在正市中心，非常便利，一定都是以安全考量为主啦，就既安全又便利的地方。那比方说像我们的布莱顿校区，就英国的 Brighton， 那我们就不是在市中心的学校，我们是少数在布莱顿是在高级住宅区的学校。我们附近就有一些我们自己管理的寄宿家庭，那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都可以在走路20分钟以内可以到学校这样子。那以加拿大的话，比方说我们多伦多校区就是在多伦多的高级住宅区北约克，OK， 真的相当高级哈。那学生在BaseWater学习的同时，还能够体验到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交活动呢？说到比较奇特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学校是属于比较注重学生未来的规划跟职业发展，尤其是我们在英国各个校区都有提供我们打工度假的学生就是 workshop 的部分，所以也是8周的期间，他们会有额外的辅导。额外的 workshop， 这些都是找工作相关的。那另外也会有针对他们面试的部分，会有额外的一个口说的社交活动，就是他们会练习就一些奇奇怪怪的 interview 的题目。这个杯子卖我100加币或者100英镑，你要怎么卖？那他们就会练习这种相对比较困难、需要有 creativity、需要有创意的回答的这样子的口说练习这样子。那这些都是额外的社交活动。那说到更特色的文化型活动的话，我反而想要推荐的是巴黎这边。因为巴黎校区比较不一样的是，通常我们接触到的学生会去巴黎的都是已经去过巴黎的，也去那边旅游过、当过游客了，所以他们那边会比较少规划就是旅游景点这样子类型的活动，他们大部分都会走非常深度的，就比方无菜单料理。我们自己的学校的人员会去的，或者是品酒、手工cheese、手工巧克力，然后或者一些手作课程。像前一阵子我就有看到我们巴黎校区的 Instagram 有分享，就带着学生一起做巴黎刺绣，就真的很像中国刺绣，但是又不太一样，所以就像这样子类型的。我之所以会来到 BaseWater， 说实在的是他们的价值观的吸引我。当然，我本来就多多少少有听说 BaseWater 的创始人的故事，然后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个很特别的人，就很有想法。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一直都是以学生的体验跟人生的发展为主轴，在规划他的所有的课程。在 BaseWater 成立的时候，其实就有另外成立一个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主要它的营运方式就是，只要有学生来到我们 BaseWater 念书，那每念1周的课程，这个基金会就会捐赠1周到世界各地给弱势群体的小朋友，让他们也有英文课程可以上。所以像这样的价值，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课程选项其实蛮丰富的，就除了一般英文，除了考试英文，我们还有专业的证书，然后就可能在选择上就会让大家比较选择障碍，或者是想说我又想念证书，又想念雅思，到时候我到底怎么决定我什么时候转换课程，我定多久的什么课程？所以说我们特别的贴心的有提供一个吃到饱的方案，一口价，你想要上半天，想要上全天，想要上到超级全天，然后或者是想要上一般英文，想要上考试，想要上证书都可以，就随便你安排。然后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还可以跳点，就伦敦上一上。再去布莱顿，然后再去利物浦，然后再来伯恩茅斯都可以，这样子就自由度相当高，只限同一个国家。所以主要就是英国跟加拿大可以做这件事情。好哦，那最后的话，想跟我分享就是学校这边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就是2015年开始的一些不一样的规划。那前提是我们会不断的朝着 professional training 这个方向前进，也就是帮我们的学生打造更好的职业发展。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那我是 BaseWater 的 Lulu， 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这样子好好的深聊一番。那今天就先这样了，我跟我的 partner 小绿绿，下回再见。